那只是玩着做游戏来让我漂流失去方向。Just illusion baby, just illusion baby, we'll come back to me. 出意料。前面就不太舒服，那你干嘛要站一下？不管你不是什么，你看的这个东西，你就是下头，对，不是吗？为什么？你这么下头？你看，真的要照顾客人，碰到这样的人其实很累，照顾的人很累，还要别把背上来，你吐东西要给他交出。这个处理问题很哇，对，一个小弟弟，我给你打给你。我就是99.9%。什么？你说肯定那天跟我肯定那天就是肯定就100%，100%。好，那现在哇，现在对吧？对，20，那个50，就怪你啊，这样。我完全确认了，接下来看能不能用行动证明啊。之后在每次的选择，我觉得我会继续选择肢体啊，我会选择肢体。2，开始，那个50，也许他对那个里面有错。那我们去约会吧。你没有办法，我明天就觉得，让我去找去看。现在没需要什么女朋友的感觉。没有，我觉得有必要澄清这句话里面。你觉得恋爱然后很开心？什么？我就是觉得换个位置，还是你表方这个，不是，我觉得我当时真的不是我的意思，但他听错了。什么意思？为什么现在好像很像是，就是很像这么恋爱的感觉啊？这是男生挑的餐厅了，是匿名挑的，然后他们就每个人去挑。我觉得这个是验不知道是谁选的餐厅了，就只能看平常自己的印象。萌宠这个我觉得有点像是 Pink Boy， 应该属他，他很喜欢宠 ，yes。我觉得正题爱酒吧。我觉得可能是这个第一个可能是这个，因为他总有说什么类似。我会蛮喜欢去餐酒馆的。第一是卤肉饭吗？我真的会病的哦。郑伟吗？不会啊，为什么？我觉得这是当时我就想到了古城区，你跟我说这个。我们每天都有一些怀旧的东西。大家看到第一有想选的第一选项，有浪漫晚餐。来，我说怀旧想选。我好怀旧路线，我保持我的路线，我保持我的动物路线。你可以去一个酒吧啦，说不定喝酒吐真言，男生会讲出不能再喝酒。我想到这个猜拳啦，说完了吗？然后现在不是我想到这个，突然我想到可能是感觉很放心。欧巴，对不起，我想到对，然后有带一点韩国血统。但是我也是真的也都是 OK。什么东东啊？啊，最韩系的那位，对，我很喜欢约会的对象。浪漫的日子，这天都没有吃到饭，我觉得好好笑。我也觉得，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两个。所以你刚一讲我，这两个餐酒馆很好吃，餐酒馆的那个。那不然就我们用无论我们3个人都是。好，都先选，然后选，然后特别我在比较少吗？我也不好的，好累哦。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可以。最后一个，哇哦，哦，yes，你先选。哎呀，没有为什么 ？OK，你要不要选一个？你选一个，剩下就我的。人家，这个吧。去吧，欧巴，去跟欧巴约会。是小巴。我会带无袖。但之前就是有一个小很暖风好看，好用吗？
我们都是喝温泉。穿衣服还好。但我今天不一定会跟你约会，而且我是剪刀手不最输的那个人。通常都是那个比较水啊，因为通常那个比较水的那个。我是吗？有稍微有一些下水。那你是什么？哇！因为我上次去吃，我也忘记我点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很普通，所以我直接才点焗饭。啊，雅维在帮弘毅把面拌开，他真的是 M 哎。对啊。那个，佳佳，我有一件事要说。这位先生呢，他昨天单膝下跪，然后双膝吧，双膝也有啊。后来是单膝下跪对着我说，反正呢，我们交换了一件事情，然后他今天要达成我对他的任何要求，讲一件事。我先问你们昨天是几点出去的？你们几点出去约会？怎么了吗？几点出去约会？这很重要。大概7点半。7点半出去约会，你们几点出门3点钟。3点，他几点回来10点吧。10点，4、5、6、7、8。好好看哦。这个镜头拍的要这么压迫。对啊。所以你要还我7个小时，这7个小时里面，你要扮演我的一日男友，就是你昨天陪他多久，你今天就要还我多久。然后在时间内我下的好男友指令，你不能拒绝。你是演员嘛，是吧？要好好演啊！如果你当中有做不到的事情，我会当场示范一次，告诉你什么叫做好男友该做的事情。然后，但凡有一次我下指令的时候，你有不耐烦的表情，或是就不该是好男友会露出来的表情或是动作什么的，就会再加1个小时，然后无上限可累加。对，然后如果你一直犯错，就加到我们毕业为止。这个是对，这个是我已经跟答案组沟通过的了。这是他自己想的。他应该感觉上他已经之前答应人家，他说他答应的。你说游戏规则？对啊，浮士德条约是不是？政委在那边笑，不知道自己也快大祸临头了，还在笑别人。好，从1点开始好了。5分钟之后。对，5分钟之后，1点开始，弘毅就是我的狗，弘毅就是我的狗，弘毅就是我的狗，然后开算7个小时。可是今天晚上有其他有点不太尊重人哎。好，因为他自己要换的。没有。你想看影片吗？没有，我没有觉得怎么样。可是我觉得你可以不用说什么人家是你的狗，或者说人家跟你双膝下跪，我觉得我又会。好，很棒。好。这是你们2个的协议，不关我的事情。我也没有觉得说现在好像大家不能去认识弘毅，我没有这个想法。只是他在餐桌上跟大家宣布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用词非常的不尊重。看得我都尴尬了。原来弘毅是他条件交换的对象，没有想到君泰还是不依不饶哎，人家是不离不弃，他是不依不饶，他一定要打垮雅维，他才高兴。他布局布了好久，君泰真的是为了爱不惜牺牲一切。所以君泰到底是现在他就是要我成全你2个小时，但是让你换回7个小时的痉挛，一种痉挛，而且不能有不耐烦哦，不耐烦再加1个小时，做得不好再加1个小时，照他这样加法的话，真的不得了。他这个算是妨害自由吧？对，他这算是妨害自由。他们在那个饭桌上那场戏真的好看。今天如果是你是制作人的话，你会喜欢雅维的眼神吗？喜欢啊，他那个杀气很重，真实啊，姣好的面貌，带着杀手的眼神。他刚刚在饭桌上的眼神，真的是要差点把君泰给杀掉哎。我觉得那个很直觉的反应，不假思索的直接纠正他的用词错误。而且我想君泰的用词倒也不是一种羞辱，他大概就是觉得很 funny， 有一些效果。他觉得很 funny， 你就要像怎么样。雅维是第一时间就冲出来，我觉得他动真格了。因为他对弘毅应该有一些，你光看他帮他拌面，对啊，然后有一点就是好像弘毅手不能动一样哦，对，就有一点这个属地啊，对，这是我的占领，对，然后你这时候讲他，我一定是跟你抗衡，哇塞，所以说雅维算是把某种那种黑社会的气息带入他的恋爱当中了，这是我的地，这是我的人，这是我的面，那其实都连我隔着这样荧幕，我都有点被雅维震撼到，你知道吗？但是那一刻我真的很喜欢雅维，雅维那种挺身而出，真的比弘毅有种多了，对，至少他没有下跪，是，然后他还保护下跪的弘毅，真的哦，这男女性别差异从这一刻开始就完全颠倒过来。我第一天传给那个男生是因为
你不用跟我讲理由啊，我就是想讲啊，要不然我感觉好像我第一天就好像犯花痴一样，因为第一天他一个人一直煮饭，一直煮饭，就大家都坐着就是在聊天，然后他一个人就站在那边煮饭煮很久，然后所以我就帮他煮啊，我就不是很会煮，你不是会煮，嘿，然后嘞，然后昨天就是有一个叫做什么古镇巡礼的地方，就是它是主题的，什么大自然疗愈什么，所以你选了什么？古镇巡礼。然后我就说，所以你又那还好啊，淡水，然后可是你知道我们要去情人桥，就原本说要去情人桥，怎么了吗？情人桥怎么了？你没有感受到，就是我的行程一直在啊，是那个吗？哦，情人桥是那个有坐那个轻轨的那个，然后我真的很怕坐轻轨，你知道吗？我很怕一坐上去，因为那不是我们最后一次去玩的地方吗？然后我就觉得很怪，就是好像一直在重复那个行程，就是来三重也是。然后我们去露营的那个地方，就是我跟老爸也有去过，然后就觉得哪里啊？像汉中为什么我都没有去过？因为那时候你又没有跟我们一起去，然后就觉得有点 sad。因为八千男我有跟你形容过，他就是很沉稳的一个人，就他有跟我聊过，然后他就有问过我说，哦，芝婷你的爸妈感觉对你很好，是姐姐对他很好。你先听嘛。他就说感觉就是在一个很有爱的环境成长，他就说所以才可以，就是我的个性才可以这么开朗。然后反正就听完以后就觉得五味杂陈，就觉得对，好像对又好像不太对，就是好像。那你怎么回？我说对啊，我觉得我爸很好笑。我就说我觉得我有像到他。然后我就觉得这趟旅程我好像不是在谈感情，我是在疗伤。我很难过干嘛？不知道啦。时间就觉得很 sad， 时间会带走一切，但就觉得很 sad。不会啦。那你知道我前几天有做梦吗？那你知道我前几天有做梦吗？你梦到什么？好吧，我也是，而且我梦到不是，你要听我讲完，我中发票。重点是发票金额是900多万，然后呢，我就立马去跟老爸说，然后呢，辞职，快点辞职。然后反正我就梦到说他提着那个麦当劳一大包麦当劳，就是他就是平常去买饭的时候不是就会这样回来吗？这样子，然后反正我们就一起吃麦当劳，然后吃完麦当劳，然后老爸就说阿婷乖，他说阿婷乖，他说老爸先去睡。然后我就什么奇怪的梦啊，好奇怪啊！我爸爸才不会这样子嘞。然后反正后来就醒了，然后我就去做任务了。对，你要忍住，忍不住，你忍不住就哭，我忍住。回来的路上，我们就说要去那个灵鹫，那我就觉得有点不自在，不知道为什么，就那个。才敢说灵鹫，因为我不太习惯，然后就想说，今天想要好好的忘记一下，然后就是喝超多，然后回去以后，然后又听到他们跟我说，就是我昨天一直讲说很想回家，然后就然后我昨天就一不小心喝多了。没有，你不要把这个当做你明天喝那么多的借口。我就说我心情不好，我心情不好，心情不好的时候不能够拿酒来消愁，这是非常不对。而且你才年纪轻轻，你才这个样子而已。就跟你讲，时间会带走一切啊！我是不是说，就是现在就是已经时间这样了，还是没有在进步？所以我就说很正常啊。你的进步本来就比别人还要慢很多。那你现在的第一人选是谁？不确定耶。我昨天没有传，我昨天是唯一一天没有传给煮饭男。为什么？因为昨天我们其实是就是自己贴行程嘛，然后我就想说他应该会选我吧。那你除了煮饭男以外，没有别的第二个人选吗？目前没有啊。反正我就觉得煮饭男好像都是我一直在对他主动，包括就是自选约会什么也都是选他。然后我觉得我有表现出我的主动，可是我觉得他好像没有对我那么主动嘛。而且那就不要啦。对啦。不是、啊，对啊，我也不强求，所以我才说，那他到底哪里就是吸引到感觉？你不要再用感觉做事情，感觉不可靠。我也是这样，应该是亲姐姐无误，就是要互相。对啊，我自己这么觉得。但我觉得我跟他缺乏沟通，就我们很常讲话，可是我没有觉得深入沟通过啊，所以我才觉得到底哪一个点？我觉得他跟我有一些地方就真的很像，不是说就是我完全没规划的那种感觉，就是开心是最重要的那种，就是中心思想。如果老爸在的话，他一定会很想看这个电视。
终于阿婷上电视那种感觉。最怕的，最怕，所以没想到事出都有因了。到淡水去玩，结果没想到是他父亲生前父亲最后一次出游的地方，难怪他当天晚上也喝醉了。所以看起来志婷这个女孩子还是有她真性情的那一面，她的笑比哭更让人动容，心疼了。对啊，我觉得我们5个都固然是旁观者，但是也是身临其境。但是如果政委看到这一段话，政委的自己的想法不知道怎么样。但是话说回来，今天如果说心目中的好感的对象，他当天喝成那样，不见得每个人都要去问，因为去问不一定是最适合的。这个就是所谓的恋爱过程最容易发生的误会，可能因为误解而在一起，然后就后来也因为也误解而分开。那你说这个一定是政委错吗？我就要讲句公道话，倒也不是政委错。然后他说50%的趴数降低了，他有错吗？他没有错，他只是没想到。所以我常常说，5年、10年、20年之后，你想到再回头的时候，可能是遗憾，那可能是后悔，那再多就是这些东西都已经错过了，再挽回也来不及。但今天看到志婷这一块，我对她的加分，但加分不是说感情上面加分，或者是爱情上面加分，觉得这个小女孩子其实看不出来，其实很坚强，对啊，她一直都在笑，就姐姐哭了，她也是笑的，而且她们姐妹2个真的好像，对，好像，就是谈论情感抒压的方式都是很内敛的。没想到，我觉得他们才20几岁就这么内敛哦。那带着这种心情来到恋爱重修中，他的压力不会很大吗，教授？所以我常常会强调说，最好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尽量自我揭露。你揭露的越多，对方越了解你，他就越懂得用他合适的方式来对待你。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幕，就是他们没有了解所以就显然到目前为止看起来好像是会分开的那种。可是你之前也说过，在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都要呈现自己最美好的那一面给对方看。那这2个会不会互相矛盾呢？一开始恋爱的时候，我们都会想要用最好的一面给对方。目的是争取彼此的好感。你如果不用最好的一面，你怎么可能2个会在一起呢？可是呢，就理想上来讲，你最好是越早揭露越好，不然就不会发生这样夫妻之间吵架，就会觉得你怎么跟以前完全不一样？那就是因为大家了解不够嘛所以理想上是应该越早揭露越好。所以一个是理想面，一个是实务面，理想跟实务总是会有落差，所以一点都不矛盾。其实好像不错，因为我的。然后绿色。OK， 可以吗？那你今天要跟我一起拍 MV， 你也要有点 talking 啊？会啊，怎么会？先找导演。大家好。导演好，导演好。你好，我是腾越。对，我是腾越。你好，你好，练导。然后今天我们有个任务，就是我们要用这个虚拟摄影棚拍一段小小的MV。好，所以等一下我会先跟你解析一下我们会拍哪些镜头。但因为是拍MV，所以里面有一些东西，我希望你们就是有一点你们自己凭感觉去表演。是。你帮我在这里就叫他名字，好，叫腾越。好漂亮哦虚拟的，就是在这里，但是真的漂亮，这个很贵呢。慢慢走近 ，OK。他们的穿搭是有搭配过的吗？开机，3、2 ，Action。我第一次见到他们，感觉他们还很害羞，很酷。上很久不见，都会说什么？就我觉得就大了表，喝一杯啊，表现尴尬一点。可是当我们在拍摄的时候，我觉得他们2个自己话题很多，就会一直看着对方，然后就会觉得好可爱。那上去有电啊？真的吗？就是感觉他在展现魅力。妍倩的感觉是她有心动的感觉，但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感觉到心动的，因为我觉得好像是我在完成这件工作。扣起来还不错，因为我觉得等一下如果有那个手部的动作，其实打开来的话，好像会有点。就觉得讲话说可能要稍微有点礼貌，因为我觉得然后有点不太尊重人家。我懂了。对，我是内心很愧疚，特别紧张。其实不用愧疚了，我就不用愧疚，
对，我是没有很在意，只我一天男友，然后这个没有那么在意。我也很抱歉哦，他跟他道歉了，说他讲话不好。两人把话说开就拥抱了。很好啊。对啊，我觉得你能想到这个交换条件，其实很聪明的。一日男友，但我就觉得好爽。你们会不会觉得有点过头？亚维跟军代，后来又拥抱，是属于不得不拥抱吗？不是和好，那不是和好，只是讲开，然后礼貌性的那个，我觉得你马上就好了，人跟人之间可以马上好，那国际上都没有纷争。所以说你的意思说，下次如果再见面，为了弘毅还是会开干就对了。我觉得逻辑上，如果意见不合、价值观不合，还是要干起来。为了弘毅，弘毅有这么重要？好像没有，好像没有重要。我们干嘛去炒作一个我们不认识的人呢？大家各凭良心嘛，对不对？I've been out looking at places for some love. Everywhere we go, it points to you. Don't you say we got too crazy? 我以为在节目会有人跟我差不多，就变成我不无聊，就变得我有点，对，我也不一定叫排挤，就是会觉得说，因为其实大家都很在相处。我一直觉得我很喜欢跟你，就是请教一些现在新的想法，新的想法哦，跟一些我没想过的事情，对吧？这方面是还蛮喜欢的。那你刚跟他聊完有一个结果之类的吗？结论或是讲开了什么？啊，你想听实话吗？我可以听吗？可以啊，有点紧张。但你可能不要太难过，他的想法可能跟我差不多，对。他有说什么？就是你欠缺这个部分，我们都觉得蛮扣分的。比方说，就像我虽然跟你没什么火花，但我有办法在我们开始很尴尬的时候，跟你聊一点跟你相关的，可能谈谈未来比较深度的东西。但你可能这方面不止这一方面，就是这是一个找话题吗？可以这么说。也不是找话题，就是我们会觉得跟你相处起来，你没有料。就会觉得你空长的一张皮囊，越浪费。直接增进。他说空长皮囊就是指他有花瓶啊，花瓶啊，外表好看的。但是我从小就很想当花瓶。对不起，就是你可能这方面可以在比较大的致命上。对，你不管遇到谁都一样。如果你想跟亚维那样条件的女孩子，条件是指综合考量，不管外形或是内在，然后。你可以给他爱，别人也可以给他爱，那你们之间有什么差异？你懂吗？你要想的是你要怎么吸引到异性。那我们可能觉得你吸引的点顶多就这样定，而且是仅止于这5个男生里面。我知道。我觉得这些话讲出来好伤人。我觉得我难过不是，是因为被年纪小的人嫌弃吗？不是你的关系啊，主要是可能亚维那边吧。你不要想太多啦。没有，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情绪，各种情绪都突然很猛、很强烈的累积起来吧。跟那个军代聊到亚维的事情嘛，就是知道哦，原来自己可能还蛮幼稚的，或是什么，就是可能很努力了，还是不知道到底缺了什么。但是军代也是很会挖坑，也是很会下套啊。你说弘毅真的是一个讲话太直接了，很空洞的嘛？他倒也没有多空洞啦。这句话，我觉得他的抗压性极低了，太低了，真的太低了。比如以一个男生来说，因为有复数以上女生喜欢他，他情绪就算多低，还是有人宠着他。对啊，还是要自己拌面，对不对？太太也不会可怜我。这不行啊！这个女孩子是什么事啊？啊，冷静，哥，人生还有很多大事。算，这不见。可恶！我就说好哭，我真的是没有力气起来揍他。亚维才要哭，胃好痛。我觉得如果你不来，我跟亚维也是这样的结果。那给你看，就是我们昨天我们有看到他那个表演，其实很好玩哎。对啊，有，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心情其实蛮差的。你是说，就是，我觉得其实前面，我不想看，少你一个，因为我觉得其实前面遇到车祸或什么，都没关系，被其实还好。可是我觉得我在车上跟他聊天的时候，就是听到这些，他疯狂输出了很多自己的感受。就是你的感觉，他没有被专注在当下。可是他反而是跟我相反感，反正我就有点怀疑，我觉得我们好像相处起来的逻辑不太通。突然疯狂，还是你会希望可能他是一个带领你
就是对正面解读一些事情。对我需要的是一个正面，然后我希望是可以照顾比我成熟，然后会拉着我的手就跟我说，哦，我们去哪里这样子的人。可是我觉得好像反过来，明明他年纪比我大，可是相处起来好像我比较成熟的感觉。OK，对。啊，你刚刚讲那个，你说是他输出很多东西给你，他疯狂输出，那个负面的来源是在于他太希望在乎做好我了，哦他想做好，他想太多，可能比如说我现在跟你讲话，然后你是不是就是这个反应，好像感觉不是很开心，就是这样。可是我觉得我没有啊，我还好啊，对，就是他可能过度解读了很多，而且可能他解读很多都是错的哦。对，你得到这样的 feedback 都不会开心，然后会怀疑，可能真的要走下去的话，可能会不快乐。对啊，其实老实讲，我会有一种，他虽然一直说的是他很在乎我的感受，但是其实他在讲都是他自己的感受。我跟你说，我有一模一样的感受。我今天如果不来的话，你可能有机会露2手。但是我今天来了，那有什么关系？有吧？没关系啦，真的没关系。我是不想让你煮，但是碍于我的职业，我吃过很多好吃的东西。当然，我也相信你也会煮饭。不要吃吧，不好吃。有人吗？不用吃到很好吃。对啊，我自己也不会看你。哦，我跟你讲我的菜单哈，我一个是干烙海鲜，如果预算够的话，还有虾子，然后去干烙，然后主食就是清炒海鲜、虾仁、意大利面嘛。甜点是冰淇淋加浓缩咖啡。那个雅维他生理期嘛，你知道吗？我知道。还是你不知道？你跟我讲我才知道的。你看你真的是观察不够细心。反正他录影那天就有了。我也不想要。是没错。对啊。但是有一些东西你要观察，你知道，我先讲啊，我那个暧昧对象，他连我在生理期的时候都会桂圆红枣茶这种东西，我觉得我这个人是我怎么讲？老实说，我觉得不太喜欢跟别人比，就是有一个男生比我好，比我差，那要怎样？哦，他没有听懂，真的。为什么要说哦？我这样子做菜是算会做，或是算不会做？不是，我想说是，你少了很多观察跟贴心啦。我觉得我知道你很喜欢他，我也看得出来，但是有时候喜欢是需要。我觉得就是对，我承认我少了很多观察跟贴心，没有错。对啊，但对他来说，可能对大部分女生来说是这样，没有错。但是呢，当我喜欢他的时候，我也觉得我拿出最好的自己，对不对？所以我比较不喜欢比较这件事情。对啊，你跟自己比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讲话？为什么一定要聊天？不能安静的感受一下吗？为什么一定要有话聊才代表是有在？好了吧，正式翻脸了吧？是不是在那个状态里，或者什么？可能7天之后就不会再见了。对，对我来说是这样，所以我很珍惜跟每个人相处的时间。珍惜啊。对啊，所以哪怕可能就是一个不会讲话，一个听不进去。天哪，好好看哦！真的，他看起来就是一脸摆烂样啊，没有那个屁股就不要吃那个泻药。他从出门的时候就阴阳怪气的，就是你跟他聊聊天，他会觉得很没必要啊，干嘛硬聊？干嘛硬聊？这到底什么意思？我们今天是出来约会的，不然你是完全不想要讲话，然后就这样放空。哇，感情真的顺其自然吧，强求结果就是这样，不欢而散，弄得3个人都不开心，又何必嘞？那我觉得君代其实真机关算尽，他算的太多，什么交换条件换7个小时，就7个小时很痛苦，这样我连这旁观者我看都会很痛苦，怎么会？这是报复吗？你说君代吗？对呀，对呀，对呀。可是对不起，我打个岔，请说。如果他是签了这个条件，那他根本就不能跟他摆臭脸，我就一直跟你加7个小时，他已经不想管，没有，他现在受不了他了。对，那我就一直跟你加小时，我就不给你，我就给你困在这个合约里。没有，我觉得君代自己要想想看，他这样做对他又有什么好处？他可能觉得他透过这样子的方式，他可以让弘毅然后更了解他，或是多相处，对，或是对他更有好感，有适得其反。但是对我觉得他们可能从一开始价值观或者是他们频率就不在同一个痛调上面，所以他这样硬要弄。就是更惨，这是很罕见的、很讨厌的状况下。小美，你觉得弘毅到底讨厌君代，为什么会讨厌成这种地步？因为之前就是会讲的时候，我还不以为然，觉得会吗？我觉得他
很真很 real， 句都到位，就是觉得哇，连我都不敢讲的话，他都可以脱口而出，我很欣赏他。可是我现在可以感受到那个弘毅的那个压力。你又不是我的谁，你凭什么一直纠正我？对，虽然我觉得他讲的都蛮对的，都有戳中，可是男生可能真的有时候也是要有面子，要自尊。其实不管谁啊，大家都要面子啊。又被一个年纪比较小的女生一直戳，一直往死里戳，这样子。觉得他的抗压性很低哈。但是我觉得这个，我平常心讲，我还是觉得某种程度，因为在镜头面前，因为他是演员，他想要走演员嘛，可能要散发一种这种多愁善感。我是这么解读，否则我觉得在镜头面前还这样子脆弱的话，那就蛮糟糕的。你在演员这行，你会很辛苦。这是个成熟的观察，但我想请教一下教授，你觉得这个女生对男生算不算是一种情绪的勒索？就好像之前我们讲过，军代非常精明，而且快准稳狠。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弘毅是受不了，一直步步被禁逼嘛，到最后，所以我们第一次看到他们两个约会的时候，他是手足无措的。晚餐的时候，对啊。可是现在这个时候，因为他对军代已经有一点点的了解了嘛，所以他现在其实某种程度在拿回那个主控权，某种程度在反击。如果我们是弘毅的话，被军代这样讲那些话我们也会很受伤所以呢，我觉得他们这样他的互动方式，其实应该在合理的范围内啦。在合理范围。对啊，你总不能说一直这样被他欺负吧？对啊，其实越幼稚的人自尊心会越强烈，因为他有一些莫名的自尊心在那边。是。但今天看起来这样一个不是很愉快的聚会，其实我们旁观者其实看了其实蛮担心的，你知道吗？也蛮尴尬。对啊，他们接下来会不会什么更吃饭吗？他们要去吃饭呢？你看还要吃饭呢，你还要吃饭。如果说这已经 say goodbye 就算了，两个还要吃饭，刚开始他表明了就不想聊了。那所以现在还是回到我们餐厅，餐厅就是必须1对1。不管你喜不喜欢，你选到了你就要去，然后去那边面对他，但是又有可能会有新的火花跟想法出来，因为很难讲，这10个人真的很难讲。目前看到大部分用情都不专一，但是我很喜欢看用情不专一的人，看看你们下场到底如何。第一个他可能是练成，我会蛮喜欢去餐酒馆的。我想到这个会让我想到可能是比欧巴，对，像我想到就是想一下出来，真的也都是 OK。什么东东啊？人家。我一个是干酪海鲜。什么东东啊？反正我们晚上一起吃一起的。什么东东啊？哎呦，怎么会这样子？这刚好这样子。那仔细看女生的脸，眼线，他也没想到是对方。太开心了，让我做多紧张。哇！你有想说可能会是谁吗？我想了各种可能性，可是除了你之外，其他种可能性我都不知道我会怎么面对，然后。就是我。太好了！好像这是我们第一次约会，对不对？谢谢。然后前几次都是在单独聊聊。对。通常异性都怎么形容你？异性吗？你觉得你在异性眼里，可是我觉得你是怎么样的人？一般女生朋友可能只会看到我比较正经，或是比较乖的那一面，对啊，然后可能像比较那种不同面向的人，要么就是我自己自得其乐的时候，或者是在很亲密的人面前才会看到吧，对啊，所以很多一般女生可能觉得我就是蛮正经的人嘛，好，所以一点点一板一眼的感觉，所以我现在算是亲密的人了。他真的，我靠，这很会撩每一个都可以这样，好厉害的嘛！那你平常工作能够一心二用吗？我觉得也很难我好像没办法我是喜欢一个一个。你喜欢一个一个处理。我那天不是跟居民约会嘛，然后居民说他也是没办法
一心多用男生，他也是只能一样做完。你呢是可以一心多用。好像女生本来就比较会能够一心多用。没有，不，这锅我不背哦。有点风度好吗？有点风度好吗？那我吃。你吃饱了？那看有没有吃这个？旁边帮你们留一张地址。好啊。好啊。好，3、2、1，贴高一点。好，这里。那你贴在那个正中间。哇！燕城真的好开，燕城真的好开心，他真的把那个照片又钉在墙上，还钉在那个欧里面，然后那个年轻人再次证明他的功力真厉害。对啊，所以现在我算是你最亲密的人吗？刚是你们俩一起讲话吗？对啊，我们俩都是天蝎座啊。所以你们可以一心多用吗？我们不行哎，不行。庄严倩，我真的没有机会认识他，但是我真的很想亲眼看到他。他到底是怎么样可以厚着脸皮？他是怎么样可以这么样的自然的讲出台词？好厉害！他每天在试镜，在教人家读背剧本，教人家演戏，可能他自己会一点。有一些，意思说他每天都在看别人的戏，看别人的戏，看别人演久了，自己也会演，自己也懂得其中的诀窍。好紧张，就明明就住在一起没那么可怕，但是不能知道是谁，就觉得我好紧张哦。我觉得从弹吉他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可以更了解你看看啊。是吗？所以我才觉得很崩溃，因为我一直遇不到。我从小到大都喜欢打篮球的男生，然后因为我会一直跟他不小心对到很多次，然后我就想说，刚好吗？还是什么意思呢？体验吧。嗨。阿奇吗？阿奇啊，阿奇啊，你好，你好。哦，我昨天一直很失落，因为我觉得，对我觉得很难得机会。虽然昨天没有唱得很好，不会，他们对你评价都蛮高的。真的假的？下之后有机会的话，看看有没有机会。其实我觉得我比较想去球场看你们的那个，对啊。你想来球场看我们？对啊。为什么？你会有兴趣哦？我喜欢看球。这个工作虽然是好像是你要带给观众正能量，可是我每次都觉得其实是我被那边的氛围还有那些观众的热血给感染那个正能量。我身边蛮多自己在做音乐的朋友。现在做音乐门槛真的低很多，所以满街都是饶舌歌手，所以就是你要在茫茫人海中能够突破，能够站上去，其实蛮困难的。就是有时候其实，比如说你自己在家里录，你可能出来的会有另外一种质感，就是跟你在很真空的录音室不太一样，反而有时候也许有真实的声音的样子，空间感吧。像是之前做张实验专辑，录的时候，他们不是录单轨，就是每个乐手录单轨，他们是直接在可能录音室或是我不知道在哪里，乐团室录音室，直接全部一起卷。跟我反而觉得哇，那个出来的东西超帅，很好听哎！我觉得那张专辑超好。One take 直接一次过。但我很喜欢中文老歌。我也很喜欢中文老歌。真的好。对。我去教阿奇弹吉他，其实我觉得在那个当下我是非常开心的，而且后来很多次不是选对象，是选一些行程的时候，我都刚好跟他同一组。好啊。然后加上我会觉得我跟阿奇。其实，在很多地方是有共同点的。共同高中、共同大学，然后喜好的音乐也是华语的，这样不能说老歌，80、90年代的歌这样子，我会觉得就是很相似。你还要饿吗？等一下再叫，因为我知道你食量很大，对吧？拍谁了？拍谁？制作人有告诉我说，今天是最后一次单独约会，所以如果有想问的话，你就直接就都问。因为我以为就是对方也有跟我一样的想法，结果后来发现哦，好像不是。我是真的不喜欢吃
什么是你？这句话有点。然后我希望他们可以讲开青哦。菜还是选那你选。怎么会选这间呢？根本不是2天前就选了吗？还3天？前天吧。吃菜啦。我走过来。那越看越有夫妻有。你很爱走路哎。怎么样？看到我走过来，心情如何？惊吓。我们这个人。怎么样？想看到别人的 OK。我的2天后帮你们约一个局。我昨天回来的时候，你们都还醒着吗？行啊。我就像是一个尸体吗？我不知道，你应该是直接被背进去。好像是。对。口渴啦，口渴啦。口渴什么啦？紧张哦。昨天去动物园好玩。喝茶好玩。你这也不错哦。还行啊。是还行吗？互相酸一下。为什么一定要一直这样刁啊？那表示两个有感觉。对啊，是啊，对啊，对啊。才故意去讲这些话。大方承认哦。对啊。你干嘛这样笑？就想一下，心情怎么样？还挺好奇啊。想弄我是不是？就还挺好奇啊。想弄我，想糊弄，在那边糊弄。有机会不是传给我。怎样？没有啊，很棒啊。也没怎样啊，其实。没怎样吗？就没怎样啊。怎样啊？实际上你昨天不选我。你昨天没选我。昨天呢？有哪一趴？约会那个。你又没选我。那我抢不到。那我抢不到。你怎么会抢输？我们是抢输，可是我们是冲刺啊。你一个187跑输人家。现在爆发力有点慢。但我想选啊，选不到啊。啊，有想选，好吧。选不到啊。哇塞，自己帮对方找理由，这就是爱到。可是这个 pose 是偶像剧的 pose， 这是偶像，这是他们刚刚如果有讲，对，他们的怀旧小时完全又回来了，那好了，解开误会了。正我一直找台阶下，所以你是想选我，但是只是跑输别人，那就 OK 了。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们这么快哈。其实我刚刚看的时候，其实有点感动，知道吗？我觉得他们俩在一起给人家感觉就是好单纯、自然，完全没有任何的心机，当然也一点想法都没有，就两个人好像就傻傻的在一起的感觉。哇塞，真的是，这是我渴望而不可及的境界。我觉得刚刚如果可以把那个前一晚的结喝醉酒的，对，我希望他们，我觉得志廷有刻意在压抑，没有，可能他也不能不讲那么多，因为父亲的事情。因为我想说，刚刚都已经讲到，哎，你们昨天都醒的什么？你不想问我为什么喝醉吗？因为我觉得有可能就是说他自己也不好意思说出口。然后第二个就是说，现在不说未必是件坏事。可能留到以后，突然在惊觉的时候，两个人感情又会再加深。是目前看起来，只要出现一些奇特的事件，就会再回来 unexpected，然后事情就有一个翻转。那现在就是碰到那个翻转，是，所以我觉得有可能再翻转回去也有可能。对，50%嘛。其实有时候谈恋爱就像折返跑一样，明明两个点都是固定的，还傻傻在那边跑，真的搞不清楚自己是人还是小白鼠。阿月穿得很随性，好吧？下楼倒垃圾的裤子，你们是怎么选的？因为我本来就喜欢动物啊，然后那时候就想说，那就绝对是这个。对，跟我一样。它超可爱的，它超级可爱吗？超级可爱。所以有可能会今天会连线哦，因为出于对动物的共同爱好，真的有可能会连线。我想说你怎么这么认真记得他们的那个喜好？好可爱哦！算，你要发出爱的子弹吗？你知道那个抽到那一题啊，就可以这样发送爱的子弹啊。好了，厉害了。他们这一路上有讲话吗？
同一家餐厅吗？不是吧 ？Hello。哎呦，有想过？啊？他们撞餐厅，有想过吗？想过吗？为什么你会出现在这？因为他今天是我的专属男朋友啊。我知道，完蛋了，完蛋了，还是要上去拿菜单带点。你们咬也有上去拿了吧？咬吗？我拿好不好？喝喝看吧。你先告诉我，万一我不喝，你喝不喝？为什么？你们是哪？不行，对不对？我现在可能还不太高粱，到底发生什么事？高粱啊，也还好啦。所以你们本来就是韩式吗？原本是要做日料，在家做饭，这是日料吗？哦，意式，对不起，对不起，原本是要做意式菜单，但是下午有一点情绪波动，所以我们最后就错过了那个采买。哦，我知道了，就菜就直接帮他改来这边，就一起吃。我以为都是餐厅哎，本来是自己做。我们早上在争执的那一章，就大家都想选。不好意思啊，是我做的。浪漫烛光那个浪漫意识是他，然后被他打枪了。哎，你给他看那个你刚拍的那个，就是它上面有一些是写在上面的菜单哦，限量的。菜单之外，你不要了。我觉得我还是纯。你那是柚香气泡饮吗？对，发酵气泡饮，好，还不错，蛮美的。看一下，对。不然你跟他点一样啊。调酒，好，我想喝一口。哦，好，这个他没喝过。他不吃辣，所以我们点那个。没关系，你们点你们想要吃的。我点雪花，我觉得很好吃。你可以也这样。所以你们只点4样吗？真假的？2样。然后加一个套餐。我不确定。你来这边跟几个女生约过会？单独的吗？什么感觉？我只有一个，真的吗？好像都是我哎。没有，我跟你很多次啊，对吧？莫名其妙。我们2个人都是啊。单独的哪有？单独的哪里没有？我第一次见就。对不起，对。但是我应该只有没有跟那个吧。那个。就是那个你。你是不是记不起来名字？我记不起来就算了。但你有亲过我不一样的吧？还好，没事，我很常亲。我懂。你是不是没测那个爱之语言？对啊。你现在测，因为我们大家都有测。你们的爱之语测出来是什么？是身体的接触跟精心时刻。他的第一高是接受礼物，对吧？还有其他的那种。然后最低的是肯定语言。我不喜欢画大饼的男人，不好意思。说第2个是什么？哇，你很喜欢收礼物。身体接触很低。我接受礼物0。你们觉得这准吗？我觉得蛮准。蛮准的。好像蛮准的。超级准。因为子云那时候我记得他是说什么，如果是安全型的话，就是代表你在这个是比较好尴尬哦。我有个想法。怎样？怎样？提早结束那个我的要求，就到这里就好了。因为我快受不了了。我这种态度，我跟你讲，我认真说，这样我连当朋友或者面对面吃饭我不想。你知道此时此刻我很想自己过去隔壁一桌，所以拜托不要了。对，我受够了。不知道，我觉得他从出门，还是你要跟我换位置？我不要。出门男生跟男生坐。出门我就觉得。其实我觉得我可以跟洪一群旁边坐一坐。还是就是我跟你坐，然后。唯一的问题就是你现在就说我不打扰你。没有，我就觉得你从出门就一直对我阴阳怪气，到现在我实在很不舒服。什么阴阳怪气？不是，就是我的感受，所以我真实感受就是。那你感受到我在经历吧？吗？我不知道，到这里结束就好了，因为我受够了。因为虽然就是不用，这样就好。先签名。好，收到。好啦，你不舒服就不要。因为对我来说，现实生活中如果男生这样对我，我就马上离开，所以我真的是没办法再勉强我自己了。对，所以到这里就好。也是不用这样。对。没办法，好，没事。关系我就不舒服。那敬你1杯，敬我2杯，5杯1000，我1个2杯。谢谢你。那什么？白开水。这样不行。好，没有了。那我想认真问你，就你不用再假装了。对。你结束过后嘛，你会有谁是想继续联络的？啊，官腔的话也不用讲。我想知道你还会有谁会想继续联系当朋友，不是就是加个 IG，认真。
雅维嘛，肢体，子瑜他，等下把所有人的名字都真的所有人都讲了吗？这真的啊。所以是所有人吗？我看已经算8个啦。老实说，对，哦。频率还一样。哦。对啊，因为我平常生活中没有这种像你类似这样子，可能是年纪吧，还是什么。没关系，没关系，00后本来就。我觉得，哇，小朋友现在小朋友不好带。对啊，00后的小朋友都这样，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是。应该也不会想要跟我联络吧？不会。他的菜还没上。对啊，好像有点久。那瓶水去哪里了？放到，我怕挡到。哦。你放这，放。我自己来就好。哦。而且军代就感觉上就是放弃了。对啊，不要玩了。对啊。你如果做不开心的话，就不要玩了。这比看戏还好看。对呀，好好看。You must be a hero. You must be a Superman. 'Cause every time I see you, I can feel the rain. You must be a hero. You must be that kind of man. Cindy， 你觉得双向连线的有谁？我觉得雅维有可能会选阿奇耶。正式打脸弘毅。出自于一个感谢哦，因为他其他片段前一天 Cindy 建议也是有中，就是腾越跟那个谁嘛，对不对？也是有中。然后你这次又在铁口直断说雅维跟阿奇会双向吗？就互相感谢，但是他前一天也谢谢那个严倩啊。教授你呢？难题丢给你。你看那个芝婷看到政委出现的时候，那个眼神很明显的心花怒放啊。燕城跟看到那个严倩出现的时候也是一样心花怒放，都是那种谈恋爱的那种感觉出现哦。所以这2对比相对的确定。那至于那个雅维是有可能会选那个阿奇。因为阿奇一直都在表现那个正面的那一面，跟弘毅比起来，我在想，雅维应该会看到那个阿奇特别的那一面。小美，你觉得嘞？我是真的觉得老班底，政委跟芝婷，然后严倩跟燕城呢是老班底，单向的吧？没有啦，他们中间有2度，就是有2度，然后有分过1次，有两次，你没来了，经过了吧？你在杀青你的戏的时候，这事件已经发展成这样子。对。然后。我不知道雅维会不会母爱泛滥，我觉得他有 M 的性格，我觉得他有圣母心态。啊，被弘毅搞得怎么样，然后他还是义无反顾。那你就挑他们嘛。对啊，所以我还是觉得他们弘毅跟雅维，虽然肤浅，但是讲的蛮有道理的。制作人，我真老班底政委跟芝婷一定嘛，然后我想要来跳一下，我觉得军代跟阿奇，因为军代他一定要选个对象，他现在上面这些男生对扣掉只有阿奇，弘毅已经水火不容了，所以他肯定就是阿奇又给他台阶下，来过来哥照顾你，你怎么不要阿奇啊？所以我觉得这2个人搞不好会有一点互动。这就是一个成熟男人的想法。我跟他想法是一样，我觉得阿奇会传讯息给军代，因为他也只能传，也不是只能传给他最适合传给他。对啊，他也可能会传给雅维说，今天行。我觉得阿奇没必要去淌这趟浑水。对，阿奇知道弘毅跟他已经那么那个了。我觉得阿奇跟军代啦，然后燕城跟严倩啦，这组我也帮你加进去好了，我觉得也 OK。然后那个政委跟芝婷啦，然后我今天豁出去了，好不好？今天算是运彩全压了，好不好？我把加这么多压上去了。阿月跟子云啦。阿月跟子云不是完全出自于丘比特跟爱神，没有是因为猫咪，对，就只是一个以后相约去，对，那个真的就是一个礼尚往来，对，礼尚往来。为什么不压弘毅跟张雅维？你知道吗？我觉得张雅维应该会跑票。他上午还在帮他拌面，然后请揭晓，谢谢。来。我觉得他是很认真，想要就是营造这个真的在约会的感觉，就是真的是情侣约会的感觉的那个氛围，然后就觉得蛮好玩的，这样蛮开心的。中间也是我有营造出
心动，就是比较男女朋友之间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跟昨天就不太一样，就是昨天我觉得我没有很刻意，但是今天我觉得我就是有一点点刻意的，就真的还是朋友的感觉居多。看到对方的时候有点压抑又有惊喜，就我觉得我们两个应该是蛮开心的啦。后访的时候有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想要未来的爱情还是想要当下的爱情这个题目，但我们两个都选择当下的，蛮多想法跟我们有时候一些语言上都蛮同频的。很开心，快乐，藏不住，真的。我觉得应该是他跟我说，他也跟就是其他人讲过，说他觉得跟我的个性很像，就感觉很多地方都很合。他就想说，果然不是只有我自己这样觉得。我也不想自己煮嘛，就是没心情煮嘛，就出去吃个饭。但是，看到雅维之后就觉得蛮痛苦的。像是我很在意雅维的时候，我就会回想很多。在这里每一天关系都会有变化，除了第一次之外，后面前2天那个4个人的约会也有跟他一起，然后今天又我陪到他，所以其实陪到他蛮多次的，因为他是做音乐的嘛。那我自己很喜欢音乐，知道有哪些话题是可以跟他聊的。那的确那些话题我们聊起来会有比较多的共鸣。我就算我回昨天他传给我的那个，对。阿奇根本不传，结果还给延欠。年前从店家的门口走出来那个瞬间吧，还是真的是很惊喜的感觉，算是第一次跟妍倩就是有这样的机会，可能去吃饭，单独吃饭啊。所以与其说更了解，当然有更了解他的一些可能接下来的计划啊，但我觉得比较重点是，我也会蛮想要去有这种相处的这个感觉，然后其实会觉得是很愉快的。我觉得如果有别的女生也对他有好感的话，也想要增进关系的话，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我是会对那个女生有敌意的。我察觉到自己可能会有这样的心情。我其实觉得燕城不错，是发自内心真心的觉得不错。觉得燕城是一个比较可以交心、深入聊天。然后他在其他方面也都很用心，感谢卡，他还蛮尊重别人的。0票哦，难怪他哭了。他哭了。这比赛了。哦，人物设定比赛了。2对啊，他是不是设定错了？老班底都有答对了。但是比较出人意料之外的是，腾越跟子云这一对因猫而结缘的，不是我们想象爱情的在一起，他们可能是好朋友啦，又一起做公益，关怀流浪狗、流浪猫，我觉得也是好事啊。很明显的，蔡君泰传给燕城也是基于友情嘛，对不对？对。雅维传给阿奇，大家来研究一下，小美。他们雅维传给阿奇有没有私情？有，他们有一次也是，他们第一次早餐就在一块儿。哦，对，然后后来有一次 double date， 就是，可是他那一次就是想要跟政委多一点相处，所以有一点忽略掉阿奇，对不对？但是他刚传的内容没有看仔细。有，他刚刚传内容是谢谢他吗？这一段话，以我个人比较肤浅的，就是进可攻，退可守嘛。对，没有讲到爱与不爱，讲白就是在别人眼里面我们两个很登对，但是不晓得在你眼里面我们两个相不相配，这就是缘分。而且他们俩其实他们蛮相配的，外表蛮登对。10天之内不确定，那10天之后的话，其实有可能是私讯。他们又有音乐又有舞蹈啊，其实还是蛮 match 的。我觉得雅维如果知道那个弘毅回去又哭的话，应该会直接一直选阿奇吧。就是怕他哭，对啊，就他想要选的是一个依靠，结果来了一个爱哭包。为什么弘毅刚刚回去要哭啊？没有人，因为没有人选他。对不起，我还是想，你可以把我剪掉。你们有人设给他这样吗？真的没有。这个角色很不吃香哎。有什么好处？对啊，有你一个没有想到的好处，对，有话题。就是你刚开始要先存在，才能够营造好与坏。就你做不到，你做不到狼后，你做到狼雕，马是其中厉害说。一开始我们还想说他金秀贤哇好帅都，这样子人设不行。不过也记得了，来记得啦，这有记忆点，来。就是喜欢，上次讲表演型人格，对啦，就是爽。
这种情绪的东西，我会很不留疑虑的去表达出来，可能是很夸大，但我觉得这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啊。可是你不觉得你很内耗吗？但是我喜欢。我们刚刚都承认他是一个相对不成熟的人，那相对不成熟的反应的模式之一就是比较情绪化。说遇到一个刺激的情境出现的时候，他就会容易有情绪化的反应。他的反应方式是掉眼泪嘛，不管是讲他前任的故事，还是最近他出现的，你不觉得很难堪吗？那个军代对他这样咄咄逼人，有没有？我刚刚一直强调他的自尊受到伤害，他也是喜欢亚维啊，可是看着亚维哦，已经动摇了，对，已经不在逃票了，心已经不在他这边嘛。对他来讲，他是一个很伤的事情，所以这两个刺激情境让他会掉眼泪，我觉得我不意外。可是我觉得如果你今天要当一个有肩膀的男人，你被 diss， 你应该表现出更好的样子，而不是在旁边哭啊，而且还哭在镜头面前。可是人的个性不是用理智可以控制的。当你是一个情绪化的人，不管是你暴怒还是掉眼泪，那个是你没办法用理性控制的。但是无论如何，我要说，其实弘毅是成功的，他已经激怒了我们所有特别来宾跟一半的主持人，这点是非常的厉害。但是今天我们看着今天的101其实很特别哈，刚好是一队选到101，燕城拥有选举权，他也拥有选举，因为他们各自最多票嘛。那所以我在这边大胆的预言，他会选彼此吧？应该会选彼此吧？还是心里他们会选彼此吧？还是小虎哥？燕城会挑严倩啦，但是严倩有可能。我想他假鬼假怪，他会不会有想去安慰别人？小美，你觉得呢？好，燕城加油！耶！好吧，大家今天就是稍微走一个童话的结尾，好，彼此相挑选，燕城跟严倩来，请揭晓。结果他找的不是，结果找阿吉，结果他再找回的是弘毅。哇！啊！我刚刚只是开玩笑，有需要这样一语成谶吗？这两个坐在一起配了。他有别的时间可以安慰。这两个你说打铁对打铁，打铁对打铁，互相毁灭型。那个时候承诺私人聊聊，我是我很喜欢，就是时间再从头来一遍，明年都会做这些选择。问这种问题真的就是有点尴尬跟暧昧。因为职业真心这件事情，我觉得你的内心肯定是辛苦的。那第一次你搭我在一起的时候，然后让自己感情史的时候，你这个然后你分析，然后我就看着你哭，跟着你哭，是我不是很理解你，然后就是我觉得在这个年纪还能够给我这样的真心，其实我觉得很少见，很少见。是那时候我有写信给你，然后我也想跟你出去了解一下，虽然我不知道你今天过得怎么样，但我想跟你说，那是我看到的，然后我也想。我就跟你讲，他会假鬼假怪，你们就不相信，还是什么要做童话的结局？他在表演，现在在表演，现在在表演，两个人都在表演，我要疯了。两个都在表演。对啊。你可以说，刚刚你想说还可以早说。他没说，我就找你说。好。你觉得结束节目后最快可以见面会是什么时候？你觉得？最快见面会的时候？对啊，你觉得？我会看看我的行程，但应该不会太久。好 ，OK， 那就随意聊天咯。这就是你想问的。再问这个剧组。你朋友圈是那个 range 很广哎。其实真的蛮广的。没有特定的一个，你有音乐的，有艺术的，有保险的，还有什么类？运动的。工程师。有工程师，然后有运动类的。运动类好像相对少一点点。不多。那这样，你身边很多好看的女生吗？
好看的女生吗？好像没有，因为你很多的圈子。我现在脑中想到的都是男生的脸啊，对啊，女生真的很少。啊，你没有想到一个？女生的问题比较有意图，对她都有想要的答案。他说怎么会没有？就是我哦。什么意思？哦，对啊，对，现在当然有你。你怎么了？刚刚我就关心他，还是我不知道他怎么了，我只感觉他难过这样子而已。应该是属于说我在表达，我想对他表达的话，就只是想跟他说，就是，it's okay 啦。没什么这样子。对啊，it's okay 啦。感觉会不会是他们今天的状况？但我也不是其中的人，对。我刚才已经讲过假鬼假怪，他那个是流眼泪吗？没有，鳄鱼的眼泪。而且最重要的是严倩对于燕城讲话是有保留的。他对于弘毅不只是关心他好与不好，其实他对弘毅是有释放的。他不只是朋友之间的关心。燕城是很后面才问说你跟弘毅聊的怎么样的。其实燕城还蛮有绅士风度的，但是绅士风度说实在要用在对的人身上，所以说可能是我比较腹黑了。我觉得严倩没有那么确定。他一开始是有对弘毅，你看到下面5个里面，他4个都约过了。哦，他除了燕城没有主动约之外，燕城是他最后的选嘛，就无奈组合配成一对，所以我一直觉得严倩应该还是有变数。那101出来，燕城还是很开心，但是燕城会不会已经是一个逆来顺受的感觉？我觉得这样的感情看了好难过，这种感情，我个人觉得谈它干嘛？对啊。我对他感到不平，我介绍女朋友给他。那我只能记住，燕城我无法，我没有办法介绍女朋友给你，但我可以介绍保单给你，好不好？燕城651来贼王，来私心找我。燕城都一直在前面几天都是我一个有待观察的这个范畴里面。我不知道居民内在丰不丰富，因为我真不了解他。他一定得到所有女生5颗星评价。他是我想要在这10天之后更想慢慢更多了解相处的一位异性。我觉得我会有兴趣的人应该是阿奇，跟我性质差不多。这是我一直以来没有主动。哇，阿奇我如果晕船了，会影响我很多的做法。因为像昨天晚上，其实我把我的影片传给他了，我也不记得怎么样，我们就开始谈话，然后开始一起弹吉他。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现在好像更想要认识他。4个女生全部都是对他最感兴趣的，我那时候觉得好可怕，怎么会这样子？怎么会这样子？最终的员外是阿奇啊！有没有？千万不要瞧不起浪子。有啊，过去的恋爱其实不是污点，只是一种经验而已。但是我想知道，你觉得，身为一个女生，年轻女生的一个观点，阿奇到底为什么可以在第7天里面开低走高？你们两个是怎么样？没有，因为没有啊，我有得到答案，但我不知道想的也不一样，因为他们前面都跟其他的男生配对，可是我觉得前面其他的男生都不符合他们心目中的需求，可是因为这个节目的时间太短了，所以他体验到最后的时候才发现不对，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他只能去找他们都还没有接触过的阿奇，去想看看这一个人是不是可以符合他们心目中的期待。我反而觉得好像是因为阿奇一开始来的时候，他就有表明他是海王，所以大家不敢接近他。然后他后来是有点半放弃的状态之后，他很做自己，他很变得跟任何人相处都非常的舒服。就是我觉得不只是两性关系，就是同性关系，所有在人际关系里面是最重要的一个 key point。所以最后大家会觉得跟他相处很舒服、很自在。我很赞成小美讲，我们从一开始看到现在，就诚如说小美讲的，很多女生我觉得会有一种情节，就是说，今天如果我选了你，我是不是是沦为你过去某一个前任？单纯讲就是面子问题。但是阿奇这一点，我觉得他到后来很快就做自己了。他完全不管你。当一个人不管你的游戏规则，自己玩自己的时候，他最帅气的那一面就呈现出来了。我想要补充一点，请说。我觉得弘毅跟燕城都给异性太大的压力，包括燕城的。对，燕城也是啊，我就是一直要言切，那种积极跟热烈的那眼神，我觉得对方有时候可能会招架不住。那弘毅咱们就别说了啊，他那个戏剧性的表现啊，确实是让女生应该也会觉得蛮可怕。一个是情绪上的压力，一个是我一定要我会好好照顾规划上的压力。对，认识3天就问说我们那个喜饼你觉得几号要办？就是他规划，燕城规划的
太周密了，人家可能只是还是想踹一下、试探一下的时候，他已经要问到那文定是要办几月几号啊？如果是纯谈恋爱的话，阿奇可能就是比较好了，只是当下享受当下恋爱的感觉，阿奇可能比较好恋爱。而且阿奇在目前可以看到他是拥有4票，子云也可能跟阿奇，严倩也可能跟阿奇，雅维当然更可能跟阿奇，对不对？美丽的啦啦队女队员跟一个浪子的饶舌歌手，这放在电影里面太配了啊，对不对？所以阿奇啊，真的不简单，一个浪子做到他这样子，也算是一个成功的浪子，好不好？奇货可居啊，奇货可居哈，原来是这个奇，原来是这个奇，哎呦，哇！恋爱重修中看来是越来越精彩的哈。本来看似一文不名，没想到后来竟然奇货可居。那本来是非常抢手的一位候选人，现在弄得0票的下场，所以说在感情世界里面还是不能太骄傲，对不对，教授？那个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是在谈恋爱也不例外。你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很多的东西都会逐渐的浮现嘛哈。阿奇就像刚刚大家讲的，他其实表现比较自然。啊，我之前也有讲过，你越认真可能越容易失常。那刚刚正好哥提到，他们2位给人家的压力就是这样来，太认真了。燕城呢，除了这个以外，他还有一个情有独钟。你想想看，周遭人都已经知道说你是锁定谁了，那我就不愿意，对啊，你就排斥掉了其他的机会了嘛。所以说，现在目前看阿奇看好，但是说实在，恋爱重修中进入尾声，48小时的变化其实相当于480年的变化，知道吗？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480年，朝代都更替，但没有人抓得到的。我跟你说，没有人抓得到他们的变化，实在太可怕。什么时候知道本来的官宣队后来拆散，现在又在一起，又组合在一起？所以说48小时密切观察，恋爱重修中，精彩好戏还等着大家一起来欣赏。我们下次见。加下去也不见得会联络，就会想。那你喜欢怎样的女生？个性温柔。到底？那我们现在不要再讲了，可以吗？你谈过校园恋爱吗？你修过恋爱学分吗？那就千万不要错过每周6晚上10点3立都会台，晚间11点办官方 YT， 跟我们一起恋爱重修中。 illusion, baby. We'll come back to